小伙伴们，你们看前面这大哥，这是练什么呢？看，能看清吗？嘿，大家伙早喽！9月3号星期二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昨天夜里没下雨，没有昨天那么的闷热。今天好像是哆啦 A 梦的生日，2112年9月3号，好像是啊。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？周末去新斋桥的大丸百货地下吃饭。看有那卖点心的店，卖期间限定哆啦 A 梦生日款的铜锣烧，买俩特别甜，吃一口就顶住了。昨天的30公里有点累，今天轻松跑，咱们正好聊聊，又到了聊训练与休息的时候了，或者说又到了聊怎么训练怎么休息的时候。我有时候老说一些可能和好多自媒体说的不太一样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是我很特殊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。就观点啊，今天的日出又稍微有一点红，但是在这个角度看不见。看左边那个树的缝隙里能看见红颜色的那个太阳，看了吗？看了吗？哦，行，一会儿聊啊。小伙伴们看太阳，但是被楼挡住了，隐约能看到。昨天有一位老朋友发微信说，现在的马拉松测脚成绩4分26还是4分16，抱歉，我突然想不起来了。半马进不了2小时，然后给我发了他的训练，说1个月跑160来公里，然后说8月份跑的多。然后给我看看，我看了一下，倒是单次都不短，10、15、18都有。然后但是间隔呢，都间隔了3、4天，少一点的2、3天，多一点的可能间隔了4、5天。跟我说成绩不好怎么办？这位朋友其实他比我跑步的时间长。就我老这么说一个事儿，就是就比方说你去健身房举铁，你永远只举那10公斤的。我个人觉得啊，我也没实验过，但是我觉得你怎么举它也不会帮助你能举起30公斤的。你得10公斤的举，一开始特费劲，然后呢慢慢差不多，然后轻松了，对吧？那您就试试15公斤的。或者就像你说玩即时战略的游戏，你天天打初级电脑，就永远这么打，那感觉它跟慢慢的从初级到中级到高级也是不一样的。大家说是不是这道理？有小伙伴说初跑者要先考虑有氧，先打基础再说速度，我也不完全同意。我觉得人是
感情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。这有感情的动物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你干一事儿啊，你得有原始动力，你得有东西能激励你。这不光是人啊，你说你训练个小猫小狗，不也得有正向激励吗？对吧？而往往，轻松跑，很轻松的那种，就我总拿 MAF180来说事儿，这种给人的正向激励太小了。你可能跑2天，就好多人就3天打鱼2天晒网了，就放弃了。所以我才说，初跑者应该一上来先想想怎么能跑快一点。没事的，你大不了你就拉伤一下，或者说扭伤一下，或者损伤一下。哎，大哥又睡了啊！是不是？你大不了就这样伤了治嘛，对吧？又不是伤了就好不了了，治好了接着干。我个人不成熟的观点是，一开始的训练，就我自己的经历和经验，跑得快和跑得远是不矛盾的。就是说白了，一开始人们跑不了那么远，是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心肺，就感觉跑起来胸口要炸了，对吧？那心肺有2种办法都可以刺激到它，一种办法就是持续低强度，一种办法呢就是不持续那么久的中高强度。极限强度肯定不行，你不能说拿冲刺去以短促长，对吧？讲道理吧。像我一开始就是啊，我一开始只能跑300米，但是呢300米我跑得不慢，我没有说就看上去还不如走得快那种跑，然后慢慢我就能跑600米了。然后后来能跑我们那园区一圈了。跑步机也是啊，一开始只能跑2公里，后来是3公里，再后来是5公里。一开始那速度只能摁到7，就时速，后来就能摁到9。到路跑以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反正你的终点在前边，你总要跑到那个终点，大不了跑不到就走呗。你要跑了4公里没劲儿了，走1公里也没事儿啊。所以我就总想着跑得快一点，慢慢呢，就速度和耐力就是都有了。之后才到了我说的，我提升了单次跑步的距离，从中巨大的获利，然后我的成绩就一下变特好了。但是您别忘了说，增加单次跑步的距离是有要求，是有条件的。第一就是你能跑那么远。那您说，那我一直练有氧练耐力，我就能跑那么远呀？您说的没错。但是你想想啊，如果6分30的配速跑20公里，时间是不是有点长？6分30的配速跑20公里，差不多和我昨天跑30公里用了一样的时间。我昨天那一场训练，就我的时间表来说，我都觉得有点不行。昨天都觉得出发晚了，我昨天5点09起跑的，这已经影响生活了，影响工作了。那你怎么可能天天20公里呢？你就算有那个耐力，也没有那时间呀。就算有那时间，大部分人没那耐心吧。要不然说人是感情的，就是感性的动物。人不是说是个机器，人要是个机器，只有输入输出，那就不再需要那些精神生活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跟我们为什么愿意
说出去吃个饭、看个电影或者玩玩游戏，那不就是说累了吗？这累大多数时候是心理上的，是不是？训练也一样啊。所以昨天我给那位朋友的回复就是：第一，您跑的太少了，1个月160公里，马拉松想有好成绩是不可能的。第二就是间隔的休息的太多了，您那都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了，他那是1天打鱼4天晒网，那哪行啊？就马拉松最重要的一件事儿，比我刚才说的速度还重要的一件事儿，就是要有持续性训练，就是你至少，如果您是为了马拉松为目标，那就得2天连续休息1天，这是最低标准了。就屏幕前的小伙伴，大多数都是喜爱咱们这频道，不管我说的有时候对，有的时候可能有点不对，或者说极端，都能正面的去听。您要是说杠精，您现在说那人家健康跑或者怎么着，不这样是对的呀？我说对呀，但是您来问我马拉松成绩了，那您就不是健康跑，对不对？讲道理吧，要不然您就别想要成绩。就还是我那句话，就是既要又要这个事儿是不行的。既要又要，你就得付出既要又要的辛苦，你就得有代价，对吧？这到哪儿都不变的道理。所以咱们就说给说，你想马拉松，或者哪怕你就想半马都不能1休1，半马都得是至少得是2休1。因为训练这个事儿就是，在一些疲劳和损伤下的训练会更加的有帮助。就像昨天我的那个课表，为什么是30公里渐加速？为什么最后5公里是要跨一个台阶去冲？就是因为我前面的20公里都是为了最后那10公里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出我的意思，就是我为了最后那10公里的效果和强度，我必须忍着这个牺牲更多的时间去跑前面那20公里。所以这是我老说为什么我劝大家强度课，比方说你跑间歇，因为到后边也得顶住，长距离到后边冲一冲，它就是因为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。你前面已经受那么多苦了，花那么多时间了，那最后珍惜这个机会。像昨天我的最后一个5公里，那就是模拟差不多正式比赛中最后一个5公里的感觉。因为那不是比赛，没有补给，没有早饭，没有备赛，没有体力的存储，对吧？我做1个公里跑到差不多3分50多，当时的体感差不多就和马拉松比赛的时候的35公里差不多，可能不如马拉松比赛最后。看前面的太阳，就说白了，你从小不管是看武侠电视剧、看电影，还是你说看漫画、看七龙珠、看各种，你哪怕看中华小当家呢，对吧？那所有的训练都得是人往高处走。今天我能跳1米，明天我也想想能不能跳1.1米。今天我拎着1个水桶从山下跑到山上，明天我想想能不能拎2个。这样才叫进步，否则的话那就穷极好多的时间，永远做一样的事情，那不能叫进步，那叫磨练。对，
那个不叫训练，那叫修炼。马拉松反正训练修炼都得有，修炼就是磨练心智吧。心智这个事儿是需要修炼的，就日复一日的磨。训练这事儿还是得自己给自己找突破的点，就是每个人可能喜欢的东西不一样。我老说自己跟自己对话，自己给自己想办法，或者自己做自己的敌人和教练，就想办法怎么自己能把自己拿捏住了。就像昨天那种，那我起跑之前我也忐忑，也没有动力。虽然我跑过一次一样的，我知道我的能力没问题，但是我也不想跑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拿捏自己呗。自己有什么呢？像我这人，最能拿捏我的就是拿捏我的好胜心。那自己跟自己说呗，你明天跑完这你就特厉害，对吧？然后你还能在镜头前显摆，多好，那就跑呗。就每个人的点不一样，摸索对自己的奖励机制。至于休息这个，我许诺大家啊，咱们下个周期的第一天跟大家聊聊我的休息的策略，还有是怎么慢慢形成这个策略的，还有什么经验，好吗？今天只说您不能练一天，真的跑1休3，那肯定不行啊，对不对？讲道理吧。所以屏幕前小伙伴们，您要是说我就是锻炼身体，我从事一个体育运动，那什么都不需要，您就每天动换就行了。对呀，你说锻炼身体，那公园遛弯的大爷们还每天都去呢，是不是？任何锻炼它都是个要有连贯性的事儿。如果您要是为了比赛，不管是5公里、10公里、半马、全马，是要付出一些辛苦的。那这个辛苦，我的总结就是给新手的总结就是先努力跑，让自己是跑起来的，让自己稍微有点速度。我不是说您上来就去冲击5公里进20，您怎么着5公里得能进27.5或者27。男性啊，成年男性，女性可以往后加1-2分钟，这样您跑起来还有意思。这个跟说我打乒乓球、打台球似的，我那水平跟我的对手打，永远摸不着球，永远轮不上我打，或者轮上我打就一杆。乒乓球也是，人家一发球你永远都接不着，那你还想打吗？就不想打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得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训练水平，是不是？如果您就训练有素了，已经有很长的跑龄，像我那位朋友一样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得多跑啊，想办法，你耐力不是问题，你不能干1天歇3天，工作忙那就只能是不要成绩了。如果能调整得开，那就试一试，是不是？行吧，进大阪城了，今天少跟大家聊两句，今天体力有点欠佳，等训练结束后再见啊。9月3号星期二清晨6点54，训练结束了。今天好早啊！今天跑得短，就跑了16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6，心率137。刚才回来到15公里的时候，还碰见了野口先生，今天碰见几位小伙伴，还有好长时间没见到的中野先生。明天早晨是合练的日子了，不知道课表呢，所以今天就调整一下。因为昨天那个30公里完了之后，虽然没有疼痛没有受伤，但是毕竟是个大强度，就包括前几天我说进入赛季了，有小伙伴说要测试一个30公里32公里，跑完以后状态特好的话，也一定得注意未来的几天不要受伤，是吧？其实今天这些内容断断续续的零零散散的之前都说过，就是怎么说呢，看您想要什么。你想要的就健康跑、开心锻炼身体，那就
那就无所谓，对吧？然后你要想要个成绩呢，那像大多数业余跑者，像我们都是半路出家，确实有点只争朝夕的意思。那天听一句话说，人这一生就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体验之旅。这体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其实就像我们努力工作赚钱，那不也一样吗？你想拿钱买更多的东西，更好的体验，更舒服的享受，对不对？那努力工作，那工作你怎么不？我们都说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进步不行。我们有 KPI， 有考核，有绩效，然后有日报，有周报，有月报，对吧？有每周的例会，那不就是说，你的领导、老板什么的，不都跟你说我们要每天进步，我们要每个阶段进步，总结自己的成功和失败。那跑步也一样了，怎么到跑步这儿就变成了说我每天轻松跑就能怎么样嘛？那不现实，是不是？所以都是这样，只争朝夕嘛。跑步也一样，跑步体验的是什么呢？第一方面体验突破自己的感觉，第二方面我经历了，我知道就是在赛场上那种，你第一次找到说我的跑半马的时候，最后还能冲刺。甚至跑全马最后还能冲刺，不管你跑什么成绩，第一次有这感觉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是美妙无与伦比的美妙。然后再往后就是我 PB 了，我有好成绩了，我有好名次，哇，我冲线的时候两边都没有人，和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？它也是体验。这种体验靠什么来呢？和我们努力工作赚钱买好东西是一样的，是努力训练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想有这个体验呢，我们就前进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不给大家说这些，反正看您的目的不同，自己的选择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，是不是？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周三早晨大阪城大人的早训练合练再见。